大家好，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盘面的一个走势。那昨天是在这走的下来的话是非常迅速的，以及是它可能还是1小时扩大到4小时的这么一个范围。那现阶段的话，它是一个比较有分歧的一个点。下面的话，因为它可能在这个4小时上，我们1次、2次、3次触碰，那现在它处于一个低点，也就是说，今天它在这个均线的一个上面的话，做的是非常关键的这么一个走势。那我们看一下小级别的，昨天我们整个预测方向还是希望它在这上面的，因为整个信号 K 的话，它是往上走的这么一个节奏。那直至到快11点的时候，来了一根向下的一个量能。我们当时是以这根线嘛，其实我们当时的话是没有去过多的去猜想往下走的这么一种节奏，直至到这，哎，那我们从这边一直拿到这。因为它这边的话已经进行一个发散了，也就是说，它的量能的话，主攻可能是做一个下跌突破，然后做一个回弹，刚好这个信号 K 终止了这一段的一个行为。也就是说，在这边的话，它是一个加强型，整个量能的一个阶段，我们看一下，它都是在1小时一个下行的一个突破，然后的话，这边是1小时里面有小级别的5分钟。5分钟加强，对不对？这边是一个信号争夺嘛，我们在这一边的话，它也就是一直在这边纠结。我看一下，那突破它的一个关键线，这一根信号可以告诉我们，那这个争夺它的一个区间已经结束，然后的话是到这去终止它的一个信号啊，是不是很简单？那整个在这边，你看它在这边又进行一个支撑，然后这边又进行一个支撑，但是它在这两边还是进行一个纠结和压制的，也就是说，它短线级别在这。那整个昨天下午到现在，它的一个走势呢，现在的话是偏上测试较多，也就是说，那今天的一个走势关键，我们就只需要关注这一条均线上的一个变化如果它在这边进行有力的上破，那整个走势的话就是可能会转向这个上面进行第2次测试。那如果它在这边一直震荡，然后没有进行这一个上行，那在这边的话，我们就要另一种走法，1次、2次、3次。好，我们就耐心等待它的一个表现吧。我们看一下新闻方面，那昨天整个走势，股市也是较为下跌的。我们看一下 SPAX 我们做的是非常爽的，对不对？我们应该是在这边已经拿过一个尺寸，然后在这边的话，基本上是拿到这个顶部的，然后以它为均线嘛，跌破2次尝试突破，然后呢70人打法直接下破。我们看一下小级别吧，来，一直在这边，当时的话以它的一个趋势能打法，我们来放小一点，它已经在这边下破了，对不对？它的动态表现，你看在这其实它已经不在一个平衡线，也就是说它们已经发生一个背离的这么一种节奏。那在这边这一根线就非常关键，也就是说它在这进行一个下破，那后期走势的话一直到这嘛。那我们之前也提示过，它的这个的话是做短线是非常舒服的，因为它这么大的一个量能是不存在你的一个挤压差。然后的话，它的一个市盈率我们当时也是预测175左右，那它到这明显是短期的一个上冲。那对于它现在的一个走法的话，我们只需要关注它再等一段时间，因为现在的话它是在这根支线上，也就是说它如果在这个区间震荡的话，那后面拉升的行为是比较大的。这个底部形态的话，它昨天是来了一个假突破的这么一个形状。那现阶段我觉得它会在这一个160几，然后到150几这边来震荡一段时间，来下来了。这几天很多人，我觉得它的走势就是在清算因为昨天的话，它是有一笔是6万多的一个月线清算吧，好像是这样，6万，然后上面是到6万7
这两部分，我们当时的预测也就是主要的一个当时提前很多天就是会到66600左右，它会来一次。那实际它是先清理多头这一块。其实它还是不知道它今天能不能到6万左右，把那个最底部的一些流动性给清算掉。那我们仔细关注这个点呢，就是现在的话，它的方向性不是很能确定它的一个走势。贝莱德它又开始出售它的比特币了，韩国股市超跌啊，超10%。还有我们在推特上已经发布了6月11号，就是它的一个山寨期的一个到来。那整体这几天的走势也是非常不错的，就是经常有30%的涨幅了，有很多币种，其实大家可以注意一下。那现在上方流动性又比较强了，那现在这个6万，不知道它会不会先下到这个流动性区间去清除这最后一点？那我觉得它上面的话可能还会清除下面，然后再上升这么一段时间，就是短期啊，如果它是没上去，那也没办法。还有马上7月份来了，其实我总感觉7月份它可能会走持续下跌的这么一个路径啊。那最后几天的话，我觉得它可能会是往上攻的这么一种感觉，这是交易的一种心理预期啊。你看，特别是这种行为，大量比特币转移到链上的时候，我们就一定要小心了。好，今天就先说这么多，感谢大家收看观听。然后的话，有什么需要深入了解的，可以私信给我，谢谢大家。